如何打造極品的裝備呢？今天给大家講一講這個裝備的強化。煙雲的強化其實非常的簡單，基本上也就3步，一個是疊音，疊音就不用講了，一直拿材料升就好了。但這邊可以提醒一下，像這種強化材料到包括我這個裝備已經是90多級的了，它強化的還是需要粗毛皮和粗礦石的。所以如果记起来的话，想起来的话啊，每周把這個清河的杂物商裡邊把這個粗毛皮還有這個粗礦石都可以買一買，因為也不貴，粗毛皮買光的話也才1萬的游戲幣不到。它需要的量比較大，因為你强化一次后面都是35，除非你是天天自己去打獵的那种，我相信这种人還是比較少的。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武庫，武庫呢就是可以把以前的裝備淘汰下來的裝備可以放到裡邊，略微的增加一些屬性啊，不是太多，略微的增加。比如說我這個41階的武庫，這些都是我以前淘汰的裝備，你看它加了一些12、25這樣的攻擊。值得注意的是啊，這個武庫裡邊大家右邊這個550看到沒有？這550呢是說明它的一個極限值，像我即便所有的裝備摘起來總造詣是986，它也不会額外的增加這個攻擊的屬性了。強化這部分呢主要就是調率，也就是刷詞條，它是完全隨機的。首先我們要選一個好的胚子，大家目前的裝備只能調率2條，等這個等級升高之後呢，自然把後面的都會開放的。所以呢，今天是先把所有的東西都講了一遍。這個就是不錯的會意率，可以加會意率的。好，這個是金色的會意率啊，而且這個金色還蠻厲害的，是滿級的屬性，所以這個是極品的胚子。然後怎麼調率呢？我們不能說哎呀，直接就一鍵添加，然後把裝備一股腦的添加上去就調了，不行。我們一定要用這個保底的石頭，妙音石。妙音石呢分為3種，一種是紫色的妙音石，它是紫色以上的，就可以有機會生成紫色以上的，保底是紫色。還有一種金色，保底是金色。另外一种这個5彩的呢，它是滿的，直接拉滿的那種，是最好的。這個妙音石怎麼來的呢？就裝備分解出來的。目前我們的等級的話呢，就直接可以用裝備放進去就好了。好，我們添加上去之後呢，哎呀，這個完了。每一件裝備呢都可以有一次重置的機會。我們先把它定音啊，定音也是加一些技能的增傷，最高也是金色，也是滿级的那個金色。然後呢，定音呢可以選擇變率，就不斷的變率，這個是沒有次數的限制的，直到就定到自己想要的。好，這個也可以增傷，9件的增傷。雖然沒有滿啊，但是也可以用了。這個滿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為這個石頭還是有限的。定音石、變音石都是可以在遊戲裡邊自己弄到的。每件裝備呢只有1次轉綠機會，所以像這個裝備有2條屬性不太好的話，就其實已經是廢的了。雖然它的初始的這個會意率很高，但也已經廢了。這樣的話就有一條屬性是用不到的。來演示一下啊，雖然這個裝備其實按理說已經可以淘汰掉了，轉綠也是需要一個轉綠石，然後再增加這個妙音石啊，不要直接就轉了，一定要用這個保底妙音石，就轉成了另外的攻擊的屬性。像這個護手呢，雖然初始的很高，但是因為有1條廢了，所以還是沒有我現在裝備的好。所以也基本上用不到了，雖然它的造詣呢會相對來說高一點點，這種呢就屬於虛戰力。好的，這個調率是不是很刺激呢？是不是有點像開盲盒似的，永遠是未知的？這個金色的裝備呢要到61階才會有，所以我的建議呢，61階之前呢，這個裝備就隨便穿一下，紫色就可以了，然後隨便強化一下。強化成紫色以上的就可以了，不用去特意的去弄裝備啊，因為它的升級速度非常的快，你可能沒幾天這個裝備就要淘汰了，所以沒必要特意的去弄。61階其實都不一定特意的去弄，稍微弄一下就好了。當然，這個裝備來源非常多啊，你說你特別有時間，也不怕麻煩，就可以全部弄一下，我都是無所謂的。還有一個就是裝備到底怎麼選？像我是影的一個屬性，就根据他推薦的，用的是飞隼和陰陽這2個套裝。就有人會問，哎，我是遠程的，比如說我是玉的，我能用影的裝備嗎？
理論上也是沒有問題的啊，因為它的屬性都是沒有衝突的，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好還是根據它的推荐来吧，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個需求來搭配其他的裝備，倒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裝備的來源真的非常多啊，主要就是刷正手，相對應的正手。還有人會問，哎，我不刷裝備可以嗎？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就看自己的情況。這個遊戲就是自己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對吧？不需要說非得有哪個路線你要怎麼走，隨心所欲就可以了。好的，最後呢，祝大家一發入魂，分分鐘就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完美裝備。我是宇軒，點讚關注，一起玩好玩的遊戲。